大家好，今天是8月9号，视频来讨论一下比特币我们底部抄底的筹码。目前在吃肉，在做教，天天在给朋友们说你要坚持给我拿住大长线。今天也要来聊一下比特币它未来的上涨目标到底会到哪里，或者是再分享几个知识。朋友是在问线上不做空这个线到底要怎么来判断，特别是日线跟周线怎么来判断目前的行情有没有可能复制2020年的大涨行情，缺的到底是什么？当然今天的比特币多单建议我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全部都是在给做多的建议。现在上去的话，你再观察一下还有没有压回 23.3K， 因为它是把昨天的一个压力位 23.6K 已经讲了一段时间给过了。给过的话，那现在到底是在干嘛？主力这个位置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要来再来揣测一下。或者是 ETC 的一个支撑位，前面是31，后面是有一个低点只压到32，只差了$1哦。那现在我的观点是，你可以继续往上修，把 ETC 的买点修正到日线的20MA， 狗狗币或者是 Shiba， 等下要跟大家聊一下，狗狗币不然就 0.0685 啊。在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Discord， 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向 BNOK 返佣永久 20%。 我希望粉丝朋友们不要受伤，因为最近小平台跑路是很频繁啊。像那一个什么中币的话，一定要注意风险啊。所以我的观点是，你不然用这个币安的，它是全球最大的交易所，而且币安也是有配合很多国家的监管。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盘面嘛。先看一下狗狗币吧。昨天是放了一个量，但是又收了一个上影线。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现在还是没有有效的突破。上影线、上影线、上影线，也可以再画成一个收敛三角，这个位置应该要做一个变盘的动作。那我刚刚给的一个点位是在 0.685 附近，就是这一根下跌的 K 线低点附近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4个小时里面的这个高位区，这边是有一个很强的支撑区。如果真的还在这边震荡的话，我们尽量观察一下这个位置还有没有买点。那这个位置我们尽量观察一下，如果比特币是在整理，也要去揣测一下狗狗币主力的心事，因为昨天是收上影线嘛，收上影线，那这一个量是主力拉出来的话，你今天的盘中最好是一直在这个影线里面来波动，不能回到影线下方去波动。反正尽量就观察一下，如果能，特别是收盘收在这个里面，有可能短期之内，明天美国的 CPI 公布，现在是有利好。我们看一下刚刚看到的这一则报道，纽约联储通胀预期是报喜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报道当地时间在8月8号的时候，纽约联储发布了美国7月份消费者的预期报告，就是美国的消费者对短期、中期、长期通胀的预期中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所以这意味着美联储多次激进加息的环境下，纽约那边当地的物价上行的动力可能已经开始在消退。所以我从上个月开始就在跟大家揣测，有可能现在这一波行情就是上涨的预期，就是美国的那一个 CPI 有可能是见点。包括马斯克前面几天的视频不是有跟大家提过吗？那一个截图，马斯克也是有在预期美国的通胀可能短期会出现一个迅速的回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油价，油价反应是更明显啊，它就是一个下行的一个通道嘛，就是一个下跌的趋势，而且是破了这整个中长期的一个平台整理。油价是反映整个全球的通胀最明显的一个指数，我们尽量观察一下，油价既然是在走弱的情况下，不然有些币种我的观点还是一样，继续往上去看。那这个狗狗币什么时候会有大涨的行情？其实跟比特币一样啊，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线上我们尽量不要去做空。这个线是什么线？就是这一条日线的我们散户的生命线，这一个红色的 20MA。 等一下我们用比特币来跟大家讲吧。现在狗狗币它是在横盘的结构，这个位置算是在线上，但是也没有就是说大涨的一个走势。现在可能整个市场的主力就是在等美国的 CPI， 或者是比特币的主力到底是不是要继续往上来表态。现在为什么没有大涨的结构？好的一点是这3条均线全部都是一个金叉排列啊，50、20全部都是向上。那缺的一个主要就是这个周线，
周线跟比特币这几天一直在跟大家讲的，它如果要复制，包括比特币要复制20年的一个大涨的行情，必须要把这个线给它走到线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狗狗币在20年的时候这个位置这个是在20年的12月份，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这个底部它也是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突破的话不一定可以买，它有可能还是会挣，我们尽量就以它站在这一条红色周线也是这样子来应用只要在线上的话，周线就是不能做空，压回找买点，就是这种压回20MA 的点位找买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比特币是这样子4个小时前2天不是有跟大家讲过一个观点，我们短期就观察一下它的这个压力有几次是没有过去4个小时里面这个高点给大家交代的一个 23.6K 是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区。那昨天见高了以后，有些朋友是有高手朋友是讲过压有可能会再回撤一次，看这个压力是不是有效突破，能不能形成一个支撑。现在它就是在守这一个 23.6K， 当然你要开单的点位我是给在这个位置万一是也不排除它可能还是在这边震荡，主力是不是要再破这个支撑，要等明天晚上8点的那个美国 CPI， 有可能是这样子。因为如果它等不到，或者等到的时候，有可能也会有大局的震荡，因为但凡有数据披露的时候，那个时间点有时候都会有大幅的震荡。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不难把支撑位修正到这个位置，就是它不是过了这几个整理的一个区间。记得那一天是在这一根 K 线有跟大家聊过，4个小时它虽然是收了一个横盘以后往下破的下影线，而且是盘中一直在这个影线里面来波动，那这个到底是有实力的资金卖的还是没实力资金卖的？当时盘中在跟大家讲，我估计可能还是要往上去看，主要就是看趋势是怎么看，那就刚刚跟大家讲的，你直接线上不做空吗？4个小时线上就尽量不要做空，或者是日线，我们尽量遵守日线嘛。其实第一根转折，连续7天的下跌，连续几根的下跌，连续5、6根的下跌，第一根转折的位置，前面跟大家讲，你在盘中有看到大量的时候，你是可以追的这第一根转折，这也是第一根转折，这也是第一根转折，盘中有大量的时候，你就可以追追的话，万一是短期会有套，但是最终还是会有利润，你止损就设在这个低点嘛。前面有追的话就追一根，但是这一根出来就不能再追了，所以我短线是判断有可能它还是在等那一个美国的 CPI， 就尽量我们遵守交易规则吧，20MA 线上你不要去做空。那未来的上涨目标有没有可能复制就是20年的这种大涨的行情，那就要看周线周线已经讲了也好长一段时间，就是它的这一条 20MA 是目前还没有收上去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如果是大牛市的行情，它周线里面这一个价格肯定要站上周线的 20MA， 那就是线上不做空，压回找买点，这种点位都是买点，或者它这种大涨就是可以直接乱追你瞎买可能都是会有利润就是这样子嘛。现在还没有看到这种大涨走势，那未来的上涨目标，记得更早之前有跟大家聊过，观察一下疫情的这个举行疫情的这个举行，它不是破这个低点嘛？破这个低点后面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一根周线的 K 线，第二周马上多底，2、3、4、5、6，连续6周都是收在这一根下影线的上方。那现在行情有没有类似这种走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也是周线大长 K， 第二周马上多底，1周、2周、3周、4周、5周、6周，也是6周都是收在接近这一个一半的上方。有没有类似那一个疫情的一个行情，就是说这样子给我突破这一条红色的 20MA， 也是有可能因为我前面有跟大家讲过，我们未来去观察一下它比特币能不能给我过了 29K， 过了 29K， 那市场就是告诉全市场的一个庄家，用对数图更明显这边是一个矩形嘛，那这边是不是一个矩形？它如果真的上涨，目标能来到 29K 上方，未来有可能会有这种大
非常大的行情了。至于行情要涨到哪里，今天也要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彭博的分析师他现在是在表态，比特币至10万美元只是时间问题。那我的观点是，我们在底部抄底的筹码，一辈子可能都几年或者是10年，可能只能等到这种的一个大跌的位置，而且下方有大量，估计就是被人接走了。那我的观点是，我们在这边买的筹码，你尽量给我报。那至于其他的品种，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尤恩癌的日线啊，天天都是跟大家讲，你尽量观察还有没有8块钱，因为是这样子啊，它一波趋势测过1次20枚、2次20枚、3次20枚，我这一次就怕它万一是破了这个20枚，目前是在缩量，包括以太坊，它量价是很健康哦，就是涨的时候有量，震荡的时候基本上是没量，但是有一点是最近有一点量价背离，你要留意一下这个位置可能还是会有压力，就这整个区间啊。ETC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刚刚给的是就是观察一下20MA 有没有支撑啊，或者是 SIBA， 你看一下4个小时里面的一个点位啊 0.12 是在哪里？就是这一个高位区啊，横一条直线过去，它被这一根 K 线给突破嘛，所以这一根 K 线的这个位置有 0.12 附近是有很强的一片支撑区。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